这酒有力气。哟，客官是懂酒的人呐。再给我切2斤牛肉来。好，马上就来。今天要喝个痛快。武松赶路至一家深山野店，腹中早已又饥又饿。入店后，他先将随身哨棒靠在一旁。哨棒乃是水浒中非常常见的兵器。武松的哨棒长约 1.5 米，在靠近棍梢处钻有孔洞，在舞动时会发出呼哨声，可在赶夜路时吓退野兽，也可用作登山的主杖及挑行李等。与之对应的叫做闷棍。武松在猛饮了一口酒后，吩咐小二切上2斤牛肉。牛肉可谓是梁山好汉打尖住店的标配。有很多人认为宋朝禁止宰杀耕牛，吃牛肉不合朝廷法度。武松吃牛肉是对朝廷的蔑视，也能说明这家店是黑店。实际上并非如此，宋朝并非禁止宰杀耕牛，而是禁止私自宰杀耕牛。一方面是因为耕牛在古代农业社会是重要的生产工具，而另一方面是因为牛皮、牛筋、牛角可用来制作盔甲和弓弩，具有重要的军事用途。但如果耕牛老了或者病死了，向朝廷报备后其实是可以宰杀食用的，不过价格定然不低。吃牛肉意在展现梁山好汉的豪气，而2斤牛肉的量对于武松而言并不多。待小二端来满满一大盘牛肉时，却发现武松竟已将他刚斟满的3大碗酒全部喝光，他的脸色竟有些难看。此店名叫3碗不过冈，店里的酒虽是村酒，但却胜似老酒。寻常汉子喝过3碗便会醉倒，而眼前这人喝酒竟如同喝白水一般。想必此处会有很多小伙伴好奇，古代的酒其实度数并不高，3碗不过冈是因为古人酒量不行吗？在当今世界，酒主要分为2大类，一类是酿造酒，如葡萄酒、啤酒、黄酒等，度数普遍不高，往往在10度左右；一类是蒸馏酒，如白酒、威士忌、白兰地、伏特加等，度数明显超过酿造酒，如闷倒驴的度数接近70度。在宋代，蒸馏酒是否出现尚有争议，一般认为多是酿造酒。我这店里的酒啊，虽然是村酒，却胜过老酒。一般在我们店中吃上3碗的人就倒了，过不了前面的景阳冈。知道的，吃过3碗就不再要了。从小二口中得知，此酒虽为村酒，但却胜似老酒。学徒推测店中的酒应该是经过多次发酵的米酒，度数甚至能接近20度，基本上就是现在的黄酒了。武松一开始所说的这酒有力气，也能看出这点，并且这酒碗目测应该有1斤的量。寻常汉子喝上3斤黄酒，想不醉倒都难。如此看来，3碗不过冈却也合乎情理。但武松何许人也？此刻武松正喝得过瘾，小二拗不过他，只能继续上酒。如此，武松竟接连喝了18碗，这相当于6倍于常人的酒量。这里有一处细节非常有趣，小二上酒为何要一碗一碗的上，满满的铺了一桌子，而不是用1只碗倒酒？其实这不过是为了算账的时候方便，和撸串时数签子是一个道理。如果卖凉粉的也这么干，想必六子就不会白死了。他吃了2碗粉，只给1碗的钱，你不是欺负老实人吗？武松酒足饭饱，提了哨棒便要出门，却不料小二竟又过来苦言相劝。原来前面的景阳冈上最近出现了一只食人猛虎，已经坏了20-30条好汉性命。武松喝了这么多酒，且又是一人过冈，简直就是送外卖。武松便肉松白送性命，掌柜的也来一起劝导。他建议武松先在店里住1晚，待明日凑足人数一同过冈也不迟。但武松素来谨慎，他认为这老少心思不正，劝他留宿是为了谋财害命。武松有此想法，却也合乎情理。一是因为北宋末年乃是乱世，杀人越货的勾当再寻常不过；二是因为景阳冈这条道他已走了10几趟，从没听说过有猛虎。而这一老一少可以说是水浒中为数不多的没有害人之心的好人。谁不怕死啊？待会儿啊，他肯定回来。此人呐，非同一般呢。天色愈发暗淡，武松路过一处枯木，见到上面写着猛虎伤人的警示后，他轻蔑一笑，认为不过是店家骗人的把戏。但等他行至一处破庙时，却赫然发现竟真的有官府保门。武松顿感脊背发凉，而此刻他也陷入两难的局面，继续过冈很有可能命丧虎口，而折返回去定会被那2人笑话。我若回去被他们笑，不是好汉。在性命与名誉的两难抉择中，武松毅然选择了名誉，而这个决定也将彻底改变他的一生。待武松行至景阳冈时，如浪般的酒劲令他再也支持不住，登时倒在一处巨石上呼呼大睡。看来店家并非虚言，这村酒的后劲果真很大。忽然一阵急促的滋滋声令武松梦中惊醒，所幸只是一只小松鼠。武松虚惊一场，继续倒头睡去。可紧接着狂风骤起，惊得松鼠和飞鸟慌忙逃窜。正所谓云从龙，风从虎，正是那吊睛白额猛虎。吊睛指的是老虎眼睛上翘，而白额则是指老虎额头上有白色花纹。老虎在古代也被称作大虫，古人常用虫泛指一切动物，其中禽为羽虫，兽为毛虫，龟为甲虫，鱼为鳞虫，人为裸虫，大有首领之意。老虎作为百兽之王，因此被称为大虫。而我们现今常用来形容人的懒虫，也可看出虫字的用法。武松犹如炸雷般惊奇，这种惊恐的表情看起来并不像是演的。
五爪扑面，侧身闪避，力劈华山。好在还有哨棒在手，但只可惜这一棒打开了树干上，哨棒登时断为两截。此刻的武松已近乎绝望。猛虎挥鞭，老虎丝毫不给武松喘息之机，紧跟的虎爪直接破开嘴壁衣衫，虎爪在击，虎啸山林，这虎啸之声足以吓破常人的骨胆。在紧跟的虎扑打空之际，武松趁机绕后迅速擒住虎尾，一人一虎顿时成拉扯之势。武松见势不妙，当即快步后撤，在猛虎扑来之际顺势跃步骑乘，随后一把抓住老虎的后颈皮，以那半截哨棒和连续的重拳猛力砸击虎头。后颈皮乃是很多哺乳动物的敏感神经，因为在搬运幼崽时常常便是用嘴叼住幼崽的后颈皮肉，后颈皮一旦被制住，就如同被点穴一般，这是一种天然的条件反射。武松以其成为连续重拳砸击，这就好比综合格斗中的上位砸拳。在原著中，武松可以单手把400斤重的石墩扔出1丈高，而当今的大力士冠军也才仅能把60斤重的壶铃扔到5米的高度，这是怎样恐怖的实力！此刻的武松正如同屏幕前的兄弟们一样，强得可怕。不多时，这只令人闻风丧胆的猛虎就此饮恨锦囊纲，而武松命运的齿轮也从此刻开始转动。打虎英雄武松至此名满江湖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段央视版的武松打虎片中，竟用的是真老虎拍摄，这种敬业的精神实在令人钦佩。武松回到清河县后得县令赏识，成为了一名都头。他与哥哥5大兄弟团聚，又见嫂嫂勤劳貌美，一家人其乐融融。可常言造化弄人，这种幸福的日子并没能持续太久。新的故事即将展开。大佬，来吃药。